大家好，这里是加拿大101。加拿大联邦政府限制国际留学生数量不久后，安大略省开始制定新的规定，以保护高校的诚信。这些新措施包括审查一些课程，重点关注从教育到工作的转化途径，暂停公私立大学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要求为国际留学生提供住宿。安省的大专院校和大学部长吉尔登洛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需要加强安大略劳动力市场需求与课程之间的联系，以便让更多人进入医疗保健和熟练技工等职业市场。该省计划引入的一项重大变化，将要求大专院校和大学保证他们有国际留学生的住宿选择。这一变化是在联邦住房部长建议某些地区因国际留学生增加而人口激增之后出台的。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在宣布限制措施时表示，预计到2024年，这一限制将导致大约36.4万份批准的留学许可。安省还表示，将开始审查大规模国际注册学生的课程，以评估其质量。暂停公私立合作伙伴关系，将暂时阻止已建立的公立大专院校与较新的私立大专院校合作创建卫星校区。根据 Global News 或德德文件显示，政府早在2022年就已经意识到这些安排，并表示关切。2022年11月的一份简报指出，5个公私立合作伙伴校区中，私立伙伴的国际留学生数量超过公立学院的国际留学生数量超过2倍。在周五的公告中，安大略省还表示，计划更好地整合执法和监管。Dunlop 表示，我们必须找到更多合作的方式来打击不当的招生行为，同时保护我们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前来安大略学习的能力。尚不清楚安省将如何执行这些政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或者是否会通过新的法律或法规引入这些政策。政府还在审查其成立的蓝丝带小组的建议，该小组旨在审查安大略省高等教育的财务可靠性。该小组去年年底提出了建议。2022年，安大略省审计长的一份报告称，该省的学校越来越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根据安大略大城市市长委员会委托的去年夏季的一份报告，过去几年来，安大略大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而大专院校的国际学生数量增加了3倍以上。报告还发现，大多数机构在2014年至2021年的这个时期内没有建造新的学生住宿空间。与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安大略省也面临住房危机。该省承诺到2031年建造150万套住房，以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好的，这就是今天最新的消息。作为专注加拿大留学移民政策调整的网站，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获取到这些信息，我们需要您的帮助和传播，把这些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并打开小铃铛，以便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加拿大移民留学信息。谢谢，再会。